这座位于高台上的小房子是一座被开除过的唐代建筑，它就是位于山西长治市平顺县的天台庵大殿。要是单独看外形，你会觉得它很像是唐代建筑，和南禅寺广仁王庙的轮廓较为接近。当初在1956年参与山西文物普查的专家们也是这么想的，于是便把它定为唐代建筑。但是后来人们在天台庵的内部发现了几处残损的题记，而题记中出现的年代，比如大唐天成4年，这已经是5代时期的后唐年号了，所以又有专家认为它应该是一座5代时期的建筑，不能算是唐代的建筑。但直至如今，它也没被彻底开除出唐构的行列，因为还有专家认为这个5代题记是残损的，前半截有年号露出，但是后半截磨没了，你怎么就断定它是始建年代？万一这只是修缮题记呢？所以这座建筑迄今仍有争议存在。不过我们身为游客就用不着考虑那么多了。退一万步讲，它也是古早时期存留下来的木构建筑，其历史价值不言而喻，所以绝对值得我们去看。所以它是当之无愧的全国重点文保单位，也是我去年秋天晋东南之旅的目的地之一，更是我在卓章河谷地区走过的第一处古建筑。当时的同行人便是我的老朋友南希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徐工。大家好，我是南希。这次一定点关注，下次旅行不迷路啊！我目前在这个地方是山西平顺的天台庵啊，一会儿我们来好好的逛一逛这儿。我们是2024年10月自驾过去的，附近晒粮食的地方就能停车。当时我们仔细看了看，地上晒的是一种圆形的瓜子儿。登上高台看建筑物之前，得先去售票处买票，当时的门票价格是10块钱一张。然后我们沿着楼梯一路走上去，就来到了平顺天台庵所在的高台之上。我们先从格局开始看，天台庵所在的位置是一个长方形的高台，原本必然有一整套建筑，现在就剩下一座坐北朝南的大殿了。目前这个院子里还有一块唐代留下的龟夫座螭首造像碑，字迹已经模糊不清了，但上边的浮雕轮廓还在，连侧面的浮雕都拥有清晰的轮廓。现在我们来看天台庵大殿本体，此殿面阔3间，屋顶为单檐歇山顶，且出檐深远。它所用的窗户则是熟悉的纯玉风直棂窗。殿下有2层石头砌成台明，前面还有4阶石头台阶，这是解放后添加的古老台阶。现在我们走到近前，细看铺座，这边的柱头铺座是极简的结构，一共就这么一条花拱，就这还是从四川符上延伸出来的。这个做法叫做斗口跳。花拱的上边是一个斗，掐着上边的替木，再共同承托上边的燎烟团。花拱下边也是一个斗，直接顶在柱头卷纱处，而且它没有普牌坊，但5代的大云院就有普牌坊。普牌坊就是垫在柱头上的横木头，红圈中靠上的那一圈木头就是。这一个特征明显更接近于3大完整唐构。然后我们看转角铺座，它看着个头大，其实结构比较简单。它的正面、侧面2处都是内部梁架的延伸，只有斜角处单独出了一条花拱。另外，它的角梁下边还弄了个柱子支撑着，这样的造型还是比较少见的。我一共就见过2处，另一处就是河南温县的慈圣寺了，那个改天再细说。补间铺座能在正面找到，它的结构就更简单了，就只有一条花拱而已，其余和柱头铺座差不多，没什么可说的。补间铺座的下边是一份1973年的文保牌子，明确宣布这里是唐代建筑，当时还没什么争议。最后我们看一眼屋顶，看这一对琉璃螭吻，这很明显不是早期的造型，它其实是元代修缮的产物。那么据此推断，和螭吻颜色接近的琉璃套兽，想来也是同一批加上去的，这个资料里没提，是我自己猜的。然后我们走进去看看内部都有什么。殿内以前是有佛像佛坛的，如今已经全都没了。我们进门之后，先看到一个大牌子，上面写着禁止触摸壁画。但是问题在于这个壁画在哪儿呢？我在这里边几乎是转了一整圈都没看到壁画，就看到墙壁都刷成白色了，而梁架上面以及山花面上面倒是有一些残存的彩绘，但一般人也够不着啊。我们再看内部的柱子，部分柱子的下边有石柱杵，这石柱杵的造型是在方形的石头上再落一个圆形的石鼓。最后我们看梁架，首先我们辨认出它是近身4传，那么下面的符就是4传符，4传符上有2根侏儒柱，配合两边的插手以及上边的大斗，一起承托上边的平梁，平梁上有个花瓣托风，顶着一根侏儒柱。唐代建筑在这个位置一般是没有侏儒柱的，
根据专家推断，这是在金代重修时加进去的。至此，我们就看完了平顺天台庵的内外结构。这座建筑很小，看点也很少，所以没多会儿就能看完。综合我们刚才所看到的各个特征来分析，就不难得出结论：它偏唐的元素明显多一些，偏五代的元素则少一些，所以它大概率还得是唐代建筑。但另一方面，题记上的争议也是存在的。除非有更高科技的手段出现，或者有新的发现问世，否则就很难得出最终的结论。有争议是一件好事儿，这说明有人关注它，有人研究它，才会有这样那样的观点出现。得到关注的古建筑就会得到修缮维护的机会，从而让它存留下来，给后人留下揭开谜底的可能性。而我们的古老文明正是在无数的讨论与争端中得以绵延数千年，生生不息。看到这里的朋友，欢迎点赞、收藏、加关注，和徐公一起读城，一起旅行。